妖爷，10年了，我终于带着兄弟们保下您所有基业。您放心，只要有我南玄哥在，绝不会让兄弟们过一天苦日子。兄弟们，咱们辉煌腾达的日子到了！十三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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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三姐！你们先出去，沈清留下。你说你有要紧事跟我说，是？南13，我们俩一块进来的，凭什么妖爷更器重你？原来是你，南玄哥，下辈子你，下辈子我南13有仇都是当场报。快打电话！我的高光人生叫救护车呀！刚开始，快点啊！难道就要结束？爹娘，小妹不会死了吧？别瞎说！这不还有气吗？赶紧给她灌点米汤，快！妈，这米是我妈借的，我妈刚生下弟弟，不许坏姑姑伤我妈的口粮！快给奶奶！不给！给奶奶！不给！小凤，我不给，听话，给奶奶！给奶奶！闭嘴！我没死啊，还重生了。1987，我重生了，还穿越到了80年代。难道是戒指带我穿过来的？还以为戒指能有个空间什么，看来是我想多了。不过能再重活一次也是不错的。哎，娘，小妹这说话中气十足的，不像8天没吃饭啊。是啊。爸，他肯定是装的，他借不到钱，故意装绝食。哎呀，我借钱？喂，小孩儿，我南13向来只有给别人钱，还不屑于借钱这么一说啊！你别碰我！哎，小妹，哎呀，大包子，大包子，爹娘吃吧。爹娘，你们吃。娘不爱吃，让小凤先吃。对，先给小凤家。哎，好，来，闺女，小心烫啊。谢谢爹。爹娘，快吃快吃啊！爹娘，借我300块，等以后天赐出息了，加倍还给你们。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。玄哥，家里的钱全被你拿走了，你大嫂马上就要生了，你2个家也……他能生出一个什么金疙瘩？那天赐以后可是要留在大医院当医生的，现在不抓住机会，以后你们想巴结都巴结不上。谁要巴结他了？好啊，你们不借是吧？行，那我现在就撞死在这里！别，小妹，我现在就一头撞死在这里！小妹，爹，哎呀，那个小凤，那你再去跟村民借去，把钱凑够了给小妹。哎，行。爸，咱们家都穷的揭不开锅了，你再借300，咱们还活不活了？
你别激动啊，别动了胎气。坐下，坐下。哇，这大肉包子香啊，刚好给天赐在路上吃。天赐最喜欢吃这大肉包了，拿来吧你！我还没吃饭。我儿就是出息，现在都升县城大医院的医生了。天赐哥，你说了要娶我的，那南玄哥怎么办？他不会还要缠着你吧？哎呦，他要给我花钱，那是他自愿的。他也不想想，他一个没文凭、没背景的乡巴佬，哪里配得上我呀？就是。蒋天赐，你说什么？明明是你说的，等你当上县城的医生，就会打报告跟我结婚的。我告诉你，想甩了我门都没有！是不是你这个狐狸精勾引的天赐？我打死你！你这个狐狸精，我打死你！大嫂，够了！别像个疯婆娘一样！哎呀，我还真借钱了，靠！还他妈是为了个死渣男！哎呀！这小妹，她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？是啊，傻了总比蠢好。你，这原主什么毛病？为了个死渣男，把家里搞得倾家荡产不说，还把命都丢了，活成这样也是够窝囊。没烟。小孩，来，过来，带我去看你妈，我有话跟她说。啊！怎么了？你别想欺负我妈！闭嘴！咋了这是？没事儿，小妹，就在家安心养病，别的事儿都不用你操心啊。是啊，家里的事儿有我和你哥呢。哎呀，彩萍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刚生完孩子，不能见风啊！就是啊，就是啊，你出来干什么呢？小妹还病着呢，你这不出来耽误事儿吗？哎呀，我求求你行行好，这个家已经被你掏空去养蒋天赐，你想把我们全家害死不成吗？我不是，你要干什么？小妹病才好一点儿。你眼里就只有你这个小妹是吗？我远嫁到你们家这10几年，我一次都没有回去过。家里来信说我妈都快病死了，就想临终的时候能够看我一眼，可结果呢，就是因为她，我连回去的路费我都凑不齐。哎，行，是我对不起你，你怪小妹干什么？要不是因为她，这家能过成这样吗？哎，彩萍，妈呀，又来！你这是干什么呀？爸妈，嫁到南家我不后悔，但泥人也有3分土性。快起来！我周彩萍自认为我这么多年没有做过一件归队于大家的事情，起来！但今天我忍不了了。这个小姑子，我惹不起，但我躲得起。先起来啊！先起来！先起来说话。今天要么分家，要么离婚。和我啥关系啊？别呀，彩萍，有什么话好好说，别吓着孩子啊！不行，我不同意，我是家里的长子，我怎么能和父母分家？我不是要跟爹娘分家，我是要跟他。小妹就一个单身女子，你跟她计较什么啊？我要是计较，
就不可能等这个家被榨干了再计较。行了，安静。你回娘家的路费，我会凑齐给你的。啊，你说的倒是轻巧，那你就把这些年欠家里的钱还完再说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啊，哎，小妹，家里的钱花了就花了吧，哪用得着你还呢？我说还，就一定会还。蒋天赐那王八蛋，不正好是现成的钱袋子？你知道你欠了家里多少钱吗？就光记到账上的钱就有700-800，这还不包括不良粮钱那些。不是，你真准备要小妹还钱啊？啊，你这不存心想逼死她吗？她一没工作，二没来钱的路子，是她自己要还钱的，我又没有逼她。不还钱可以，要么离婚，哎呀，要么分家。哎呦，别，这钱我说还就一定会还。还？你拿什么还？你要是这笔钱一直赖到七老八十，一直不还怎么办？3天。啊？3天？你说谎也得打个草稿吧？我说3天就3天。小妹说3天，那就给她3天时间吧。如果做不到，也不必分家呀。这个家不能散。如果实在做不到，那我就找人上门说媒，把她嫁出去。不是爹，结婚啊，终身大事怎么能这么随便呢？3天，你让小妹去哪儿筹钱呢？我不同意。你不同意，那我们就离婚。我同意。哎呀，小妹，你不能……我要是做不到，到时候结婚对象随你们选，是人也嫁，是鬼也嫁。这可是你说的，别到时候又哭着喊着说我这个嫂子欺负人。你就是个口袋，让他谈。你这个小毛丫头，我南玄哥说出来的话，那绝对是一口唾沫一口钉，绝不可能反悔。放开我，放开我！哎，小妹，婚姻大事不可以啊，这怎么能儿戏呢？哎，这样你呀，慢慢挑，各养你，各养你。他都这样说了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你要是真这么有能耐，我至于连回家的路费都凑不齐吗？够了，你闭嘴！我怎么在地上了？玄哥，抱歉啊，职业病，见不惯对女性动手的。那轩哥，别以为你护着我，我就会改变主意了。3天你筹不来钱，我定将你嫁出去。一言为定。这不够锋利啊，待会儿容易卡在缝里拔不出来。哎。嘿，这刀不错呀，真漂亮。你拿刀干什么呀？大嫂啊，你看不出来吗？你别过来！大嫂，你怕什么呀？我自认我这个大嫂没有哪里做的对不起你，就算你不想还钱，你也不能杀我呀！你别过来！还可以啊，入木3分。啊，大嫂别怕，我只是试试这把刀的锋利程度而已。哎，这在干啥呢？他杀我！别说哈，小妹劲儿挺大，恢复健康了。不过这刀磨这么锋利，是为了上山砍柴吧？不过砍柴这种粗活怎么能让你干呢？再说了，这山上有野猪啊！这村支书已经下令封山了，没有他的允许，谁都进不了啊！还有啊，这借钱的事儿你不用操心了，实在没办法呢，我就去城里找你二哥想想办法。
我不是。算了，不能让他们知道我磨刀不是去砍柴，而是去砍人的。哎，行，那你去找他帮忙啊，让他找点事干，才不会妨碍我的计划。哎呀，这就对了嘛！乖乖在家等着，等哥的好消息啊！嗯，好。你一定在家乖乖等着。大嫂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别丢下我一个人了！哎，兄弟，待会儿要钱可就看你的了。轻点儿。哎呦，快点吧，宝贝儿！我靠！他妈的谁呀？谁呀？妈的，给老子滚出来！南玄哥，是你？我说是谁呢？原来是你这个继父啊！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不要来纠缠我！你今天竟然还跑来把我家窗户砸了，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？纠缠你？你长这癞蛤蟆样，你配吗？你居然敢骂我是癞蛤蟆！啊！你是觉得我一直没跟你在一起，所以故意来报复我是吧？少废话，还钱！这些年你吃的、穿的、用的、花的，连本带利1000块。什么？你居然还要我还1000块给你？我看你是想钱想疯了吧？南玄哥，只怕你让天赐哥还钱是假，想借这个由头继续纠缠我们家天赐哥才是真的吧？嘿嘿。果然，南轩哥这个舔狗还是放不下。现在你立刻马上给我滚出去，否则以后不要想再让我跟你说一个字。对了，走之前把修窗户的钱给我。对了，我和娇娇都受到了惊吓，你再留一些营养费。哎，你叽里咕噜废什么话呢？老子叫你还钱，听不懂人话吗？南轩哥，你他妈敢这么跟老子讲话？南玄哥，你真可恶啊！老子不打你，但是我打贱人。现在懂了吗？南轩哥，我看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吧？敢打老子！你敢打我！娇娇，你先背回去，我怕这场面太血腥，你受不了。我今天非要好好的教训一下这个贱人。哼！一个乡下的泥腿子，就凭你这种下贱货色，也敢对我动手 ？Round 1，天赐哥加油，使劲打，加油，千万不要手下留情。南玄哥，你就等着求情吧你！天赐哥，天赐哥，你没事吧？别慌了。既然你不还钱，那我就带点你身上的东西走吧。反正我看你下面哭泣也就1两。什么1两啊？2两，正正好好的2两。别过来！南玄哥，你疯了！别杀我！别杀我！我把小天子让给你！别杀我！你
我是来要债的，不是来要癞蛤蟆的。切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！救命啊！救命！救命啊！救命！救命啊！四哥，我怎么听到有人在喊救命啊？之前只听说大南湖镇民风彪悍，不好管理，没想到这光天化日、朗朗乾坤，竟然还有持刀伤人的事。四哥，天黑了。救命啊！救命！救命啊！住手！你还真是管不住自己的下半身。救命啊！住手！你是他请来的帮手？不是。那就少多管闲事。嗨，什么多管闲事啊！一个女人知道我们四哥是谁吗？啊，那可是我们国家地理……哎，我们只是过来见勇儿的。再说，你敢当着我们的面杀人，就不怕我们上报给国安队告你个杀人行凶？对，你们赶紧叫国安队过来！这个贱女人，她非要纠缠我，她死缠着我不放，她是要赶着倒贴的，她就是个疯子。是真的吗？这俩人看着穿着打扮、周身气度，身份一定不简单。虽说我有70%把握。知道你都完成任务了，我为什么还要罚你吗？是因为我没有做好领队，差点害得兄弟们全军覆没。做我们这行，想要出点名头，牺牲是在所难免。我罚你，是因为你瞧不起自己女性的身份，你认为女子本弱，所以你做什么事比一般男人都要强，这难免急功近利。可你不要忘，这女人也有女人的长处，温柔刀，刀刀致命。13啊，性别是你的优势，不是你的劣势。你怎么哭了？哎呀，还能因为什么呀？因为四哥你吓到他了吧？那个死渣男，他不仅骗我的感情，还骗我的钱。为了他，我把家都掏空了，青春也好没了。我今天就算是死，就算是被抓进去劳改一辈子，我也不能就这么算了。看来是被逼得走投无路了，这都动刀了他。我们怎么才能相信你说的是真的？这个贱人，他满口胡言！我跟他根本就不认识，我也不欠他什么钱，他非要纠缠我。还有你一个死渣男，谁问你了啊？都逼人家姑娘动刀了，你什么好东西啊？看来这温柔刀对他更好使。这也都怪我，是我自己太傻了，居然相信了一个死渣男的鬼话。我的心真的好苦啊！你个死渣男真恶心啊！还嫌弃服我青云志，我还嫌7万2千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看我不打死你！行了，如果你今天不还钱的话，就算你被打死打残，也是你咎由自取。别打我，我还钱还不行吗？你早说你要还钱。走，跟我回去拿钱。蒋天赐，你要是敢骗我，小心我杀了你全家！不用回去，
别在我身上！哎呀，只有200。这是我妈在我内裤上缝了一个藏钱的兜。这还有200。这个掉在史上的钱有什么区别？都在这儿了。去，拿个盒子过来。这是，哎，给你。谢谢啊。现在我可以走了吧？走呗，谁留你在家吃饭了？贱人，你给我等着！同志，今天的事情太感谢你了。知手知道，不足挂齿。同志，也谢谢你。那我就先走了，拜拜。那我们送你回去呗。哎呀，不用，我大哥家就住在附近。真是个可怜的姑娘啊！死渣男真恶心，真不是人懂。你觉得很可怜？那肯定可怜啊！这要不是刚刚遇到我们，说不定被人欺负到什么时候。哎，真好，又做了一件好人好事。你觉得以你的臂力，在这么长的距离，你能扎一个这么深的洞吗？会不会是巧合啊？巧合？如果不是我们今天来得早，蒋天赐能不能健全的离开都是个问题。所以说，我们来了是救了渣男。哎呀，这怎么还不回来？人呢？没找着啊！哎呀，我和二弟啊，该找的地方都找了，这连个人影都没见到。小梅从小就没干过什么农活，你说她是不是偷偷跑到山上面，掉进天坑里，还是被野猪给……哎，不可能啊！这上山的路啊，早就被村民给堵死了。都怪你，都怪你！轩哥一定是听到你要随便找个人把她嫁了，所以离家出走了。他心气儿那么高，怎么愿意随便找个人嫁了呢？对，没错，一定是这样。小妹一个女孩在外面，你叫她一个人怎么生活？她现在说不定走上绝路了呢。哎呀，这不太可能吧？难道真的离家出走了？我可没想把他逼死。干什么呢？开会呢？轩哥，小妹啊，哪儿去了？傻孩子，你要吓死娘了！平安回来就好。你要吓死我们吗？哎呀，小妹呀，这家里钱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，这怎么能真的让你还钱呢？哦，对了，来，你不就喜欢买些洋玩意儿化妆品吗？哥有钱，拿去花。拿着。二哥这也有点，你就拿着，买点补品啊。小梅，你受委屈了。这就是我二哥，果然是故意是苦肉计，还不是想骗家里的钱。上辈子我一出生就在孤儿院，长大又过着刀口舔血的生活，从未感受过亲情温暖。家里的日子本身就艰难，这些钱就应该花在刀刃上。你们放心，有我在，以后绝对不会再让大家过上苦日子的。他要能赚钱，母猪都会上树。说大话是不会说。哎，不过小妹啊，家里呢有我跟你二哥，再怎么样也轮不到你养家吧？就是啊，小妹，
你呀，有这份心就够了。以后把蒋天赐忘了，咱们一家人好好的过日子。这好好的提蒋天赐那个王八蛋干啥呢？对了，爹，之前说那话就作废吧。这小妹啊，也是被蒋天赐那个王八蛋给骗了，才做了这么多错事。你看，小妹现在都改了。你们看我干什么呀？好像我故意逼他似的。他要是真能改正，大不了我不计较。我说了3天还清，就一定会还清。哎呀，你这干什么呢？你大嫂都松口了。这里是1000块。啊，这么多钱，从哪儿来的？蒋天赐欠咱们家的，我让他连本带利的都还回来。原来小妹是找蒋天赐要债去了。不过那王八蛋怎么会这么爽快就把钱还给你了？还还了这么多呀？没有一顿打讨不回来的债，如果有，那就打2顿。蒋天赐也算是半个脚踏进县医院了，我能豁得出去，他可不一定豁得出去。早就该制止那伙贱人。哎，小妹啊，既然这钱呢你都要回来了，你就自己留着做嫁妆吧。啊，大嫂，这钱够你回娘家的路费了吗？用不着这么多。你好长时间没有回娘家了，这次回去就多待上一段时间。要是有困难呢，就用这些钱多帮衬一下，不然就算你和大哥回去了，也会背上不孝的骂名。咱家玄哥呀，真的是懂事儿了。难道他真转性子了？大嫂，你就拿着吧。这也太多了，我那么对你，你还为我考虑这么多，不行，你就给我一部分，我回娘家探亲就行，剩下的你自己当嫁妆。大嫂，你就拿着吧，我们一早说好了。再说了，这些年你和大哥帮衬了我许多，我都记在心里。但是这也太多了，我也不能全拿了。大嫂，这钱你拿着就行，我先回房间睡觉了。哎，咋了这是？这是钱又不是屎。这钱怎么有股屎味儿啊？要想发家致富，在家里过上好日子，必须要有自己的事业。以身体原主的条件，低学历加上农村户口，找工作肯定是行不通的。继续住在家里吧，他们迟早是让我嫁人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姑姑，你睡了吗？没，你进来吧。姑姑，这个给你。给我干嘛？妈说姑姑变好了，给钱让她风风光光回外婆家。这是我去山里和二狗掏的鸟蛋。姑姑，你可千万不要告诉我爸妈，我偷偷去山里了，被他们知道会打死我的。啊！这丫头。检测到可交换物品，系统商城已解锁，宿主可用野生鸟蛋兑换商城物品。我就说嘛，这短剧穿越都是带金手指的。我今天再带你去掏鸟蛋。对了，昨天那2颗鸟蛋你吃了吧？没，我给姑姑吃了。你那姑姑又来你家抢东西是吧？哼，别让我遇见，不然我打得她满地找牙。不是的，是我要给姑姑吃的。你还帮你的坏姑姑说话是吧？走，我再带你去掏鸟蛋，今天可别再被她发现了，我们偷偷烤着吃。啊，我爸说那山里野猪产崽呢，咱们还是别进山了吧。怕什么？如果有野猪，
我就用弓射死他。小鬼，就你这破弓还想射野猪？你身上这点肉，你一个野猪塞牙缝都不够。姑姑，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个坏女人！我让你欺负凤，凤怕你，我可不怕你！我打死你！小鬼，我给你脸了是吧？啊！别打他了！你服了吗？我不服是吧？别打了！我服了！服了是吧？叫老大！老大！老大！这山里的野鹿都有人守着，还有野猪出没。这没有村支书的同意是不让进山的。你俩是怎么进去的？我发现了一条小路，那里没人看守。给我把路线图画出来。凭什么？我才不帮你这个坏女人画！哼！你刚刚叫我什么？老大。这老大叫你做事儿，你做不做？画的对吗？对。你们两个小鬼啊，下次要再让我发现你们进山，给我小心一点。赶紧回去。姑姑一个人去山，不会遇到危险吧？他遇到野猪才好呢，让野猪拱死他。上辈子跟着妖爷学了不少关于医药上的知识，希望这山里能采到我需要的药材。人参、白术、茯苓、甘草，怎么觉得太难了？我们不是混混吗？干嘛要学医呀？这些可都是保命的技能，不然我凭什么能爬到现在的位置？还真以为光靠着打打杀杀的就行了？你以后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呢，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！好好学啊！看来我是赌对了。不会这么倒霉吧？刚进山里就碰到野猪了。原来是小猪仔，只要等大母猪回来之前，赶紧离开就行。是你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快走，这儿有危险！快跑！你是怎么受的伤啊？我看你穿的人模狗样的，也不像是本地人。你该不会是偷……快走！喂，你醒醒！一头猪可够一家吃好久了。
宿主现在拥有一根20年野山参，可自行兑换商城中的商品。原来系统出现的时候，时间会静止啊！得赶紧选一个保命的东西。20年野山参可兑换1把狙和1颗子弹，一颗子弹只有一次机会，请宿主点击确不管了。认键。这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自来投啊！哼！喂，醒醒！野猪呢？你把野猪打跑了？你是谁？那天晚上你为什么会出现在巷子里？现在又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山上？不说清楚，我现在就干掉你！你以为我是什么身份？我看你形迹可疑，鬼鬼祟祟，又穿的人模狗样，你该不会是间谍吧？你笑什么？思路不错，我是首府派下来的地质专家，来山里是为了勘察地形。我跟组员走散了，我都理我的工作着。既然你不是间谍，上次讨债时刚好又帮过我，可以带你下山，咱们就两清了。山路这么陡峭，你怎么带我下山？我现在动不了，不然你先去找村支书，让他带人来。你以为这山上只有一头野猪啊？你要是想留在这喂野猪，我不拦着你。那你扶我。你干什么？你受了这么重的伤，还怎么走？你放开我下来，放我下来！哎呀，你个大老爷们儿的，扭扭捏捏干嘛？再乱动，当心我收拾！我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女人。哼，很不巧，今天就见着。啊！这么快就起晕了，这么不经斗啊？怎么这么晚了还没回来呀？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实在不行，我去车站把老大一家叫回来，让他们一起去找人。哎呀，老大他媳妇有多少年都没有回过娘家了，你现在叫他一家人回来，那他媳妇会怎么想嘛？要不然去县里找老二帮忙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老二是高娶，在丈母娘家日子本来就不好过，咱们怎么能3天2头的叫他回来帮忙？那家里人手不够，那怎么办呢？去找村支书帮忙。对不起，爷爷奶奶，姑姑他去山上了，都怪我，是我把去山上的小路告诉姑姑的。你是说你姑姑去山上了？哎呀，坏了！这么晚还没回来，肯定是出事了。我去村里找人。我也去。我也去。大哥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看你姑姑一直没有回来，说不定真的遇到野猪了，我害怕。你们待在家里，都不许去。哎呀，这是……他被山里的野猪袭击了，需要给他动手术包扎伤口，需要你们的配合。小妹啊，这是一条人命啊！你又不是医生，怎么能给他动手术啊？是啊，你大字都不识几个，这动手术那都是高材生干的。要不让你爹去请村里的赤脚医生过来，别回头再背上了人命官司了。对，我现在就去请村里的大夫。村医都是给村里的猪牛看病的，怎么能给人治病呢？可是没有什么可是的，人命关天，你们都听我的。爹，你多去准备些柴火，烧些热水。娘，你去准备2床干净的被子。
你去把这个证件交给孙支书，让他交给县里的领导。啊，还不快去！哦，爹娘，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呀？快去啊！好。这还是我女儿吗？自从她醒来之后，越来越像是换了一个人。姑姑，那我干什么？你来给我当助手。我可以当姑姑的助手啦。哇，好厉害！凤儿，来，把口罩戴上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酒精棉，这是镊子，这是手术刀，这是纱布。一会儿我让你拿什么，你就拿什么，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不要让其他人进来。酒精棉。手术刀。热水来了。手术重地，闲人免入。你这丫头，切，这小丫头还拿着鸡毛当令箭呢，瞧把她能耐！姑姑，他叽里咕噜在说什么啊？按照中国话的意思来说，就是鬼差。他估计以为他要死了。原来 Angel 就是鬼差的意思。谢谢你啊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温暖迪。什么？啊，没什么。南玄哥。好名字，我叫司廷俊。我知道，证件上。哦，对了，你的证件我交给村支书了，很快就会有人过来接你。不过，你的证件要是作假的话，你应该知道后果的吧？如果是假的，欢迎你随时把我交上去。哼，既然你已经醒了，那我们就算算账吧。什么账？我只答应带你下山，这治疗嘛，并不包括其中。手术费，我算你便宜点，100块。贵倒是不贵，不过你有行医资格证吗？我没有，但是村里的兽医有。如果你要是愿意的话，我现在就可以替你拆线，把你送过去。还没有人敢赖我南玄哥的账。你敢吗？我就是说说而已，钱我会叫人送过来的。姑姑，村支书大人来！啊！
我知道了。姑姑，你们两个是不是？我，嘿，凤儿，来，你过来，姑姑给你点好吃的。是什么？铁山城。姑姑，我错了。哼，你呀，快去把客人带过来，告诉他，病人现在还不能随意下床走动。同志，没想到又见到你了。我在这儿先替四哥跟你道声谢。哎呀，举手之劳，不足挂齿。同志，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。你知道吗？万一四哥出事，这国家地质研究要倒退多少年？你别看他这个样子啊，像他这种人才，国内50年都找不到。同志，你救了四哥。往小了说，这是一条生命；往大了说，这关乎国家国运呐！多亏你了。你怎么了？先帮我崩开了。哎呀，我叫你别乱动，这伤口反复流血是很容易感染的。别乱动了啊！哎呀，这不光武力值这么高，这医术还这么高明，简直是人才啊！嗨，只是略懂些皮毛而已。不过你先留下来陪病人说说话吧，我先走了。四哥都已经好了，我还留在这儿干嘛呀？我又不是医生，对吧？那个，你那天晚上是怎么挥那个刀的呀？这，我一个大老爷们儿也没这个力度，要不你教教我，轩哥？你叫他什么？玄哥呀，我刚听他爹娘这么叫的。哎，轩哥，你不介意吧？嗨，一个名字不介意。人家女儿家的闺蜜，是你能乱叫的吗？四哥，人玄哥都不介意，你介意个什么劲儿啊？哎呀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玄哥，你等等我一块儿走啊。行，我到时候就写信让你爸把你调回去。轩哥，杜领导，家里正在做饭，一会儿在家里吃的。我听支书说，您跟那个司领导都是京城里来的大官，就是不知道我们乡下这些粗茶淡饭合不合你们的胃口。伯父您太客气了，您说这要没有玄哥，这四哥连命都没了。这四哥命都没了的话，那我回去复命，不死也会被扒一层皮的。爸，你先去村口买点高粱酒回来，待会儿再去把村支书叫过来，一起吃顿饭。我这就去，我这就去。轩哥啊，你那天晚上那个柴刀是怎么挥的呀？这我试了好久都没成功，教教我呗。那你是练少了，多练几次就好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那你帮我看看我这个姿势对不对？嘿，棒，对，就是这样。请进，请进。终于来了。爸，怎么这么多人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我打好酒刚叫上村支书，就碰上他们了，都说来找你看病了。你会看病这事儿，我也没跟别人说呀。那是当然，消息是我将凤儿和二狗传出去的，不给自己造势，我怎么进行创业第一步？玄哥妹子，
我们可都知道你动了啥子手术，治好了城里的大领导。我们是来找你看病的。是啊，对，我们都是来找你看病的，你可不能不给我们看啊！厉害呀！帮帮忙吧。对呀对呀。支书，你还是叫他们回去吧。我虽然是懂医术，也会治病救人，但我没有行医资格证啊。这国家也说了，这没有证行医可是违法的。轩哥妹子，我可不管什么正不正的，我这胳膊疼的老毛病，你可得给他治治啊。还有我这眼睛，你帮我治治，一到晚上就摸瞎，啥也看不着。还有我。支书，你看这事闹的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我写封推荐信到县里，给你发个证书就行了。以后啊，咱们村里有个正规村医，村民们有个头疼脑热的，也能第一时间就医了。这也是造福乡亲嘛。可就是这推荐信得司领导签字才行。哎，杜领导，那您看，这都不是事儿啊！我和四哥都很相信玄哥的医术。支书，要不这样吧，你写个推荐信，我立刻找四哥签字。好，我这就去啊！是好人呐，亏了有他呀！大家放心啊，肯定会给你们看病的啊！那就好，多谢，多方便啊！好了，来。那杜领导，这事交给你了。玄哥，保证完成任务。相信你。大家放心啊，这件事儿交给杜领导办，最是稳妥。好。这领导办事儿靠谱的呢，真靠谱啊，办事靠谱嘞。有他是可不嘛，是替领导的。轩哥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事儿没办成，四哥他拒绝了。我们玄哥妹子可是给他做了手术的，他怎么能这样？是大领导也不能这么欺负人呐！咱们村里好不容易有个村医，我们去趟县城医院多不容易啊！平时就只能找村里的兽医看病啊。支书，要不就别签字了，你把推荐信给县里呗。哎，那可不行啊！没有司领导的签字，玄哥妹子也没有相关证书，光靠我的推荐信，县里肯定是不批的。这个怎么办呢？司庭君刚刚有说什么吗？他说让你亲自找他说清楚。好，那我亲自去跟他说。哎，我刚才身上有点黏，所以小芳给我打了个水。这之前没仔细看，原来身材这么好。他这话什么意思？喜欢看我的身体？你来找我是为了签字的事情吗？啊，对对对。我不是故意不给你签字的，只是你现在这种情况，需要先去县医院培训，通过医学大会，拿到考核证书，以后你的路才会越走越宽。对啊，你说的很有道理。不过这样会不会太麻烦你了？不会，我现在就给你写信，让你去县医院培训。那你为什么要帮我呀？他这种情况应该先去县医院里面培训考核才行。这样，我签完字之后，你跟村支书说去县医院考核的事情。哎，
对，这说不定啊，以后还能开一个诊所，造福乡里。你说啊，这回我帮他这么大一个忙，那他肯定会更加感谢我，以后啊就可以光明正大的教我。我出的主意，你说是你帮的他？对呀，那肯定是我帮他的呀。行，我不签，你让他自己来找我的。凭什么不签呀？轩哥医术那么好，他刚刚还救了你啊！闭嘴！我说让他自己来找我，因为你救了我的命啊。再说了，你医术好也是不争的事实。有眼光啊！走。哎，轩哥，慢点啊！一路走好啊！再见啊！轩哥照顾好自己啊！回来看看。回来！轩哥，你如果没有地方住，可以住在……要住也不能住在招待所啊！招待所哪有家里住的方便？哎，要不是你住我那儿吧？你哪只耳朵听到我要让他住招待所了？你那么洁癖的一个人，不让他住招待所，难道让他住你家吗？轩哥，就住我家吧，保证自在，就像自己家一样。不用了，我住招待所就行。刚好我二哥他家就在这附近，我还可以去看我二哥和二嫂。轩哥，谢谢你们今天送我过来，明天我会自己去医院的。那等等，要是遇到什么麻烦，来找我。谢啦。轩哥，我也把我的写进去。轩哥，你不是有事吗？赶紧回去，你二哥不是在家等你吗？有什么事记得找我。啊，对，好，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啊，那轩哥，你四哥，这不对啊！你什么时候对轩哥这么上心啊？你不是一直都是冷血无情的吗？我才是那个人民的好朋友，最乐于助人的人。你是不是要多增派一点任务？对我那么凶干嘛呀？我这不是担心玄哥吗？他有什么事，我会帮他的。弄得跟玄哥你家似的。小妹啊，快进来，快进来。小妹，你这几天就住这儿啊？好。哎，二哥，嫂子呢？她呀，她这几天回娘家住了。哦，你就别住招待所了，你考试啊，二哥刚好方便照顾照顾你。不用了，我还是去住招待所吧，免得二嫂不自在。我记得没错的话，原主跟二嫂好像也没少吵架，还撺掇过两人离婚呢。你还跟二哥客气什么？你二嫂也不是小气的人，你这几天就踏踏实实在这儿住，反正他也不在。你要是再推辞，二哥可就生气了啊！行，那好吧。好，来，收拾收拾。既然要考核，那我就得恶补一下了。天这么快就亮了，我得赶紧收拾收拾，去医院报到。小妹，你醒了吗？
二哥，小妹，今天第一天去医院报到，虽然只是培训一下，不过也要给医院的领导留下一个好印象。二哥一早去给你买了件新衣服，你试试看合不合身。二哥，这怎么行呢？这衣服多少钱？我给你。小妹，你比以前懂事，跟二哥生疏了。对不起啊，二哥，我上辈子唯一对我好的只有妖爷，可我们更多的是上下级关系。二哥，你这衣服给我吧，我就收下了。行，快去试试。小妹，这衣服真衬你，真好看。小妹，真的不要二哥送你进去啊？不用了，你也只跟车间请了2个小时的假，别迟到了。你今天要是遇到蒋天赐那个王八蛋，千万不要和他起正面冲突，二哥帮你对付他。其实二哥今天让你穿新衣服，就是要让蒋天赐那个王八蛋知道，我们家小妹不比任何人差。他不要你，那是他的损失。真要遇上那王八蛋，该当心的是他。没事儿，他就算是县里的医生又怎么样？我呀，也是有领导的推荐信的，他不敢对我怎么样。那小妹，你自己小心点。二哥下班来接你啊。不用了，我可以自己回去的，我找得到回家的路。哦，那我就先进去了，你路上注意安全。拜拜。拜拜。南轩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还特地穿成这样？哦，你是来纠缠天赐哥的，真不要脸！切！站住！南玄哥，我告诉你，天赐哥已经跟我订婚了，他是不可能看上你这个乡巴佬的。我可没有捡垃圾的习惯，滚开！我只是想让你不要纠缠我的未婚夫了，我有什么错？求求你了，姐姐，把天赐哥让给我吧。南轩哥，你这个贱人怎么这么恶毒？为了我，你还特地来医院纠缠娇娇？为了你，你还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啊？怎么，癞蛤蟆不爱照镜子，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啊？南轩哥，你这个蠢货，又骂我癞蛤蟆！说话之前，先把你的假发摘了。瞧瞧你的锃光瓦亮的脑门儿，没听说过一句话吗？娘秃秃一个，爹秃秃一窝。我可没兴趣跟你生一窝癞蛤蟆。你今天穿成这样来医院找我，那不就是为了纠缠我吗？我告诉你，就算你脱光了站在我面前，我也不会多看你一眼。南玄哥，女人做成你这样，还真是失败呢。你笑什么？我脱光你没反应，那不是我的问题。你应该先检查检查自己的身体，到底出了什么毛病？你说谁有毛病呢？谁接话我说的就是谁。今天培训的，来我这儿报到。南玄哥，我告诉你，我今天是特别来参加培训的。等培训期一过，我就是真正的护士了，而你永远只是个泥腿子。哼！南轩哥，我们已经不是一个阶层的人了，你有点自知之明，以后不要再来纠缠我了。哼！蒋医生，大家早上好。天赐哥可是我的未婚夫，好帅啊，真帅！安静，下面开始点名。张燕到，王玲玲到，刘美到，姜文娇到，南玄哥啊，南玄哥到了吗？到。什么？这个贱人怎么来参加培训的？这不可能啊！什么不可能？今天培训的人员里，有人是通过不合规的手段混进来的。不可能，这个名单是院长亲批的，
不可能有不合规定的。护士长，我可以作证，蒋医生说的是真的，南玄哥就是通过不合规的手段进来的。啥？走后门了？他南玄哥是因为有领导的推荐信，所以才来培训的。他一个乡下的泥腿子，怎么会有领导给他写推荐信？能给咱们医院写推荐信的都是大领导，他怎么可能会认识？江天赐，你别忘了，你在当医生之前，那也只是乡下的泥腿子。你少在这跟我说有的没的，我现在跟你说的是伪造推荐信的事儿。乡下人怎么了？乡下人至少不忘本。亏我之前还觉得他长得帅。没错，咱们医护人员都应该有一颗仁爱之心。这么看不起乡下人，以后咱们下乡义诊还要给他们治病呢。你们天赐哥可是医生，轮不到你们这些来参加培训的人说三道四的。你们还想不想在医院参加培训了？姜文娇，就算蒋医生是医院的医生，但这医院也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。况且他只是实习医生，他要是做错了，照样会被赶走。南轩哥，他们都说你的推荐信是假的，要不你拿出来给我们大家看一下，证实一下。这封推荐信是真的，有签字，也有盖章。这封推荐信是假的。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封推荐信是假的？南轩哥，他大字都不是一个，怎么可能给领导动手术？真的是撒谎都不打草稿啊！所以我断定，这封推荐信上的签名和领导盖章都是他伪造的。你确定？我当然确定了，李护士长，咱们不能让这种危险分子给混进来，坏了咱们医院的风气。南玄哥，这下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？南轩哥，你有什么话要说吗？护士长，我的医术是自学的，推荐信上面也说了，我是因为无奈之下才给领导动手术，所以他才会推荐我来医院参加培训考核。你进去放屁！你怎么可能会动手术？这封推荐信就是假的。既然你们都说是假的，那好，那不如现场考核一下。这倒是个办法。我拿一套考核试卷过来，你要是合格了，就证明推荐信是真的。南玄哥，伪造推荐信可是要坐牢的。你要是拿不出证据，我就叫国安队把你给抓起来。南玄哥，你就等着坐牢吧。好啊，不过考试不能光我一个人考，万一不是我造假，而是其他人造假呢？那不光是对我不公平，也是对那些被挤掉名额没能参加医院考核的人，也算是一种损失。你说是吧，护士长？有道理，公平起见，大家一起考。糟了，我根本没有复习，好多知识点都忘记了。哼，就算我考得再差，也比南玄哥这种泥腿子强。哼，估计是做不出来，已经放弃了。哼，南玄哥，你就等着被国安队抓走吧。交不交？时间到了，交卷吧。南玄哥，刚刚考试的时候，天赐哥已经通知了国安队了，你就等着被国安队抓走吧。说不定一会儿被国安队抓走的不是我，而是你。哼！分数都打完了，刘美74，勉强合格。还好还好，
我昨天复习了知识点。王玲玲90，优秀。张燕88，良好。我先来说一下南轩哥的分数吧。南轩哥满分。怎么可能？这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这么难的题目居然能考100分，难怪能给领导做手术。居然能考这么高，太棒了！假的，这一定是假的！他怎么可能会考满分？南轩哥的分数是我现场打的，不可能有假。倒是你是作弊进来的？14分，乱考都不可能考出14分。说，你是用什么手段进来的？你要不说，我就叫国安队的人把你抓走。才考14分，还好意思质疑考满分的人？这可是护士长当着我们的面打出来的分数。是啊，我刚刚就觉得不对劲，一直在针对南轩哥。难不成是嫉妒人家比他优秀？我们谁不比他优秀？别害了南轩哥之后又想害我们。闭嘴！你们都闭嘴！你们算什么东西？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我会嫉妒你们！我就吵什么呢？马主任，李护士长，把那个南轩哥的推荐信给我看一下。这封推荐信是假的。马主任，你会不会搞错了？南轩哥的专业能力毋庸置疑，该被抓走的人不是他。你是在质疑我的决定吗？可是南轩哥考了满分，他这么有能力，推荐信不应该是假的呀？假的就是假的，谁知道他这满分是怎么来的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说我在帮南轩哥作弊吗？哎，我可没这么说，人家马主任都说了，这推荐信是假的，所以就是你故意偏袒他。这不可能，护士长是当着我们的面打分的，怎么可能作假？谁知道他是不是刚刚打分的时候动过什么手脚？这卷子这么难，怎么可能会有人考满分？一定是作假。这题目的确很难，就算是再优秀的人，也很难拿到满分。我不相信有人考得比我好。听到了吗？你的意思是，你考不到满分，别人就一定考不到满分？那当然，这有些题型国内的书根本就没有出现过。要不是我表哥从国外帮我带了几本书回来，我也很难拿到这么高的分数。我倒是想问问你了，你是怎么拿到满分的？南轩哥，南轩哥，你以为偷偷买通护士长就行了？这就被人抓到把柄了吗？你自己抓到枪口上，可怪不了我。对呀，你一个乡下人，书怎么可能比人家从国外带回来的还多？你和护士长之间有什么交易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。你这个下等人，一辈子就只配当个下等人。我没有帮南轩哥作弊，这不可能。护士长是个很正直的人，我也觉得，一看就是姜文娇和王玲玲在嫉妒南轩哥。我知道了，你一定是为了帮南轩哥，所以故意把我的分打低，故意让我出丑。你姜文娇，我以前只觉得你蠢，但我没想到你是又蠢又坏，自己分数低还好意思赖在别人身上。你知道羞耻2个字怎么写吗？哈，忘了，你这种文凭低的人应该不懂。你个乡巴佬，你说谁是文盲呢？好啊，你倒是解释解释，你到底是怎么考满分的？这几本书里面涵盖了这次考试的所有知识点，不信的话都可以看。这怎么可能？是真的，他的满分是真的。这本书里的确涵盖了所有的知识点，南轩哥真的可以考满分。或许满分并不是他的极限。不错，
这些书真的太全面了。我就说嘛，南玄哥和护士长根本不可能作弊的。是啊是啊，南玄哥长得这么正直，一看就不是弄虚作假的人。倒是某些人啊，那你可看错了，我专门干坏事，无恶不作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一个乡巴佬怎么可能会有这么权威的书？这书一定是他偷的！没错，这书就是他偷的！马主任，你赶紧把他抓起来！这种毒瘤不能让他留在医院里边。就算是你考了满分，也不代表你可以做手术，所以这根本证明不了什么。就是，就算你考了满分，那又怎么样？动手术可不是你动动笔就行的。马主任，我一直很想知道，你从刚刚一进来就一直帮着姜文娇说话，你们到底什么关系？南拳哥，你少在这胡说八道！你简直是一派胡言，胡乱攀咬。像你这种人，即便是进了医院，那也是典型的搅屎棍、老鼠屎。就是他伪造领导的推荐信，把他抓起来！我们医院的风气绝对不能被这种人败坏了。保安队，现在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为了纠缠我，居然敢用伪造领导的推荐信这种下三滥的手段。可惜啊，天赐哥爱的人是我。带走。南轩哥被抓走了，这本书是我的，这本书是我的。走！放开我！我看谁敢带他走。走！放开！不！我看谁敢带他走。怎么又是你啊？你到底是谁啊？这人长相不俗，气质不凡，他怎么可能会认识南玄哥那个泥腿子的？我们医院内部的事，什么时候轮到一个外人插手了？放开！我们在执行公务。这是我的证件，玄哥的推荐信是我写的。不好意思，司院士。什么？司院士？您就是京城来的那位地质专家？他的身份与他背后的私情，万万不是我一个小小的主任能得罪得起的。司院士，那推荐信里写南玄哥为您做手术的事是真的？南玄哥那个贱人怎么可能会认识院士？他一个乡巴佬，凭什么？司院士您好。哇，好帅啊！亏我之前还觉得蒋天赐帅呢，真是没吃过好的。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会是院士？怎么会有这么年轻的院士？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。哦，一定是你们这对狗男女提前串通好的吧？哎，你做……女孩子少动手，打架的事让我来。你凭什么打天赐哥？该的。众目睽睽，他居然为我动手，这不得被我迷住，肯定很崇拜我。我呸！什么院士啊？啊！我看你那个证件也是通过什么不合规定的手段弄到的吧？就是，马主任，你可不能听信他们的一面之词。这南玄哥一个乡下的泥腿子，怎么可能认识一个院士？司院士，您的证件能否借我看一下？我的身份无需向你证明。我看你就是心虚了。难不成真的是假的？不会吧？要真是假的，那南玄哥岂不是要被……院长，哎，天君，一别多年，令尊的身体可还好？真没想到再次见面，你都坐上院士的位置了，真是后生可畏呀！刚才这位主任想要查验我的身份，我想他一个主任看得明白吗？王伯伯，哎，不用，我一个小小的院长哪有资格检查呀？
别说你现在的身份了，就是你背后的私家，也不是我一个小小的院长能得罪得起呀。这司庭君杀人诛心这套，算上他玩明白了。王伯伯，我也不为难你，但是贵院主任撕毁我推荐信的事，还烦院长您好好查一下。司院士，这件事儿我一定给你一个交代的。院长，您听我解释，李护士长，你是培训管理员，你来说。院长，我们院最难的一套考核试卷，这位南玄歌同志考了有史以来第1个满分，但马主任怀疑他的推荐信是假的，还把推荐信给撕毁了。而这位姜文娇同志只考了14分，按理来说，他才是没有考核资格的那一个。院长，其实我是怕有人冒用司院士的签名，所以我才不经证实撕了我的推荐信，哪怕我考了满分。我倒是想问问，你为什么不去质疑姜文娇呢？这仔细看来，姜文娇和马主任倒是长得有些相似呢。你们不会真的有什么亲戚关系吧？你这个贱人，你少血口喷人！马主任，你和姜文娇什么关系？不说清楚，到时候查出来后果自负。她是我外甥女。我3声5令，让真正有能力的人来培训。你作为科主任，带头违规，还私自撕毁了司院士写的推荐信。有什么话，跟公安队去说吧。傅爷呀！院长，不是，你凭什么杀我？我舅舅可是……够了！我早就告诉过你，努力一点。有什么话，上我们公安局说吧。走！我不要去公安局，你们不能院长，姜四哥，你帮帮我！院长，蒋医生，你跟姜文娇的关系也是匪浅吧？院长，这件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啊。他们俩可不像没有关系的样子。亏我之前还觉得他帅，现在看来真是个一无是处的渣男。你们恐怕还不知道吧？这蒋医生啊，他戴的是一头假发，这脑袋秃的呀，一根毛都没有。把假发摘了，可显老了。不会吧？竟然戴的是假发！我可不喜欢秃顶的男人，娘秃一个，爹秃一窝呢。好了，医院可不是说别人八卦的地方。幸好我头发还挺茂密的。好了，今天的培训就到这里了，你们回去吧，明天别迟到了。好。南玄歌同志，你的书能不能借给我看看？拜托了。哎，你之前不还帮着姜文娇说玄哥的分数是假的吗？怎么好意思借玄哥的书啊？嗨，这又不是什么大事。拿着吧。谢谢。读书啊，不是为了考试，要学以致用，方为正道。我会的。格局啊，这就是格局。玄哥，司院士是在等你吧？司院士可真好看，头发还这么茂密，以后生的孩子肯定好看。今天的事谢谢你啊，请你吃顿饭，不会耽误你的工作吧？当然，我也是要下班的。那我就先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
真好。轩哥，等等，我有话跟你说。蒋医生，你没看到我们玄哥要去和司院士约会啊？蒋医生，你别太急了，假发都要掉喽。今天让你破费了，下次我请你。算了吧，饭店吃一顿也挺贵的，你请我了，我又回请你了，这就没完了。你是不想跟我吃饭？啊？那你就下次你请我喝一个汽水好了。好。那个，你真的不好奇蒋念慈要跟你说什么吗？嗨，我干嘛好奇他呀？傻子都能想出来，他嘴里就憋不出来什么好屁。所以你今天穿这身新衣服，不是因为他也在医院？说起来，也是因为他吧。我二哥啊，先不说了，我二哥他找我有急事，我先回去了，下次见，拜拜。他穿新衣服，还真因为蒋念慈，他还喜欢他，应该不可能。南轩哥又不是瞎子。二哥，我阿姨。记忆里，二嫂他妈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，行为比原主有过之而不及。哟，南璇，真把这儿当自己家了，还把一堆穷亲戚全带过来住啊！妈，小妹只是暂住几天。我可不管，等你和小雨离婚，赶紧给我搬出去！妈，当初爸被打成臭五类下乡改造的时候，是你主动说亲让我娶小雨。现在爸平反了，你让我们离婚，你就不怕别人说闲话吗？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一个臭乡巴佬还敢跟我叫板啊？我们小雨什么身份？你什么身份？难不成你还想纠缠他一辈子不成？哼，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！你再敢骂一句试试？怎么着？你还想打我呀？你打我一个试！我第一次听说有这么无理的要求，那我满足你。你敢打我？南璇，你没看见他打我吗？你看他。好啊，好啊，反了天了！你打我，我让你躲，我让你躲！阿姨，你倒也不用行这么大的礼吧。就你这种没教养的贱人，还想倒贴人家蒋医生，我呸！南璇，这婚你不离也得离。实话告诉你，我们家小雨回去相亲去了，早就不想跟你过了。你说什么？小雨她去相亲了？人家可是研究院的职工，要工作有工作，要背景有背景，哪里不比你这个乡巴佬强？识相的话，赶紧签字离婚，滚回乡下种地去！哼！二哥，你真觉得二嫂是去相亲了？她回了娘家之后，就再也没回来。她这次是铁了心要跟我离婚。离婚这事是二嫂亲自跟你说的吗？不是，她回到娘家之后，我们就没见过面。那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不是二嫂不想回来，是她不能回来？你是什么意思啊？
我是觉得你们夫妻二人应该有最基本的信任，这里面一定是有什么误会。二哥，你是一个男人，这男人该有责任和担当，不能被愤怒冲昏了头脑。小妹，你之前不是巴不得我跟你二嫂离婚的吗？还说他是城里人，狗眼看人低。那是以前了。其实我现在觉得二嫂人挺好的。原主就是嫉妒二嫂是城里人，处处要跟对方比，比不过就开始造谣，说了不少重伤对方的话。反而二嫂一直隐忍，这么好的人，怎么可能背着丈夫偷偷跟人相亲呢？小妹，你说的没错。不管怎样，我们都去见一面，跟他说清楚。好，二哥，我陪你一起去林家找二嫂。好。哎呦，你轻一点啊你！哎呀，姓南的一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南轩哥他居然还敢打我，再怎么着我也是长辈，真是一点教养都没有。离，必须得离！明天你们就上民政局把这给我扯了。妈，打人的是南玄哥，又不是玄安。我不要跟玄安离婚。你呀，你就这么不要脸啊？没了南玄安，你就活不了了是不是？啊！我给你找的金龟婿你不要，偏偏要跟着那个没用的穷鬼。当初是你让我跟玄安结婚的。我不是不知道你爸还会平反吗？要不然你以为谁愿意娶你这个臭无赖的女儿啊？哎，你现在倒是怪起我来了，你良心都让狗吃了。妈，我跟玄安认真工作，也会把日子过好的。你这个猪脑子你！等会儿赵海会过来啊，我给你新做了一套裙子，别让我再看到你哭哭啼啼的啊！你弟的工作还要靠他呢，你要是再给我把事搞砸了，我不弄死你！小野，你妈叫我过来跟你相亲呢。你别过来！躲什么呀？咱们两个迟早都是夫妻的。你再过来的话，我可就叫人了！救命啊！来人啊！救命啊！够不够大声啊？二哥，别紧张，加油！加油！实话告诉你，你妈为了让咱们俩培养感情，把门都已经反锁了。这事儿要是暴露出去了，对谁都不好啊！哎，过来吧你！你往哪儿跑？小雨！小雨！小雨！你喊那个乡巴佬有什么用啊？啊！我一句话，他就能丢了饭碗。我碾死他呀，比碾死一只蚂蚁都容易。放开我！二哥，你让开！放开我！嫂子，没事吧？伤到哪里没有？小雨，你没事吧？
二哥，你带嫂子先出去，让我来。哎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们敢打我，我让你们吃不了！哎啊！我冻死你！哎呀，待会儿熬点母鸡汤给我的侄女婿补补。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啊！救命啊！杀人了！哎呦！女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老东西，你回来了啊！你跟他们是一伙的吧？说什么生米煮成熟饭，先上车后补票，就是想把我骗过来给我打一顿是吧？哎呀，女婿，你消消气儿啊！这件事它跟我没关系啊！你放心，我这就叫国安队的人把他们抓起来。敢打我，你们都得死！好啊，那我倒要看看谁先死。你敢！我这就去找国安队，你和你哥一个都跑不掉。我哥殴打流氓，保护自己的老婆，有什么错？你说谁是流氓？谁犯了流氓罪，我当然就说是谁了。你可别乱说啊！是这个老东西让我过来跟他女儿相亲的，就算是我真的伤了他，那我也不犯罪啊。我二哥两口子，他们俩还没离婚呢。你今天就算是说破了天，那你也是犯了流氓罪。你不是要去国安队吗？好啊，那你现在就跟我走一趟。哎，妈的，是这个老东西让我过来的，要去你就找他，你让他去啊！你们家的破事我可不掺和。女婿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老东西，谁是你女婿啊？实话告诉你吧，我就是想占点便宜。这种结过婚的二手破铁，谁要啊？那我儿子的工作怎么办呢？结婚，去你的吧！关我屁事儿啊！我，哎呦，你个丧门星啊你啊！都不管你弟弟的工作，早知道把你生下来时我就应该掐死你！我掐死你！你都这些不识字，你配为人母吗？妈，小雨也是你的女儿啊！我自己的女儿，我想怎么管就怎么管，还轮得到你们几个外人插手吗？好啊，我现在就把这条命还给你，这下你总满意了吧？小雨，不要啊！小雨，小雨，事情都已经这样，我怎么还有脸活下去啊？你居然敢自杀！你这个不孝女啊！你要死，你赶紧死！你今天要是不死，我打死你！你再敢打他一个试试，你哪只手打的，我就废了你哪只手！我打自己的女儿，关你屁事啊！二嫂，人活着就要接受自己不能接受的事情，比如有些父母真的不爱自己的孩子。二嫂，你要好好活着，不能再寻短见了。你以前不是很讨厌我吗？小妹已经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，相信你已经看出来了。我还是想先送我妈去医院。哎呀，不用去医院，起来！哎呀，不痛了。不痛了，真的不痛了。小妹，你真厉害！哎呀，小事一桩。
小雨，跟我回家吧。李小雨，你敢走一个你试试？你要敢走，我就没有你这个女儿！你走啊你！不是的，就算我求你了，放过小雨吧！我跟您跪下，我跟您道歉。哥，没有用。有些人，你越是求着他，他就越会得寸进尺。我可没有那么好的脾气，胳膊断了，我可以给你接回去，但要是你的头被拧断了，那我可就真接不回去了。你要试试吗？你敢？还没有什么是我不敢的。等我把你的头拧下来，就会把你的尸体抬出去，然后再把你的头给毁掉，把你身上的指纹啊，还有能证明你身份的一切东西全部都销毁。甚至如果可以买到强硫酸的话，我呢还会把你的尸体化作一滩血水。这样即使国安队查到，也证实不了你的身份。一具无名女尸，谁又会在意呢？二哥、二嫂，咱们回家。走。小妹，你真的会杀了我妈吗？怎么会呢？我吓唬她的。别说你了，我刚刚都被小妹吓了一跳，好像她真的杀过人一样。不过怎么可能呢？对啊，怎么可能呢？走吧，走吧。你是我啊？这是我二哥，这是我二嫂，这位是司庭君，是二哥二嫂啊，我是玄哥的男性朋友。男性朋友？我怎么不知道小妹还有男？进屋坐坐吧。不用了，我跟玄哥说两句话，说完我就走。啊，好好，那你们先聊，我和你二哥就先进屋了。你是？推我干嘛呀？我还没说完话呢。哎，快进去。不是你推我干嘛？你还看不明白吗？小妹和这个朋友是那种关系。他长得一表人才，穿着不俗，又懂礼貌，气质还好，哪点不比那个谁强啊？那倒也是。我之前还觉得那蒋天赐甩了小妹是他活该，现在的小妹确实值得拥有更好的人。我看啊，这司庭君就很不错。玄哥，我上次欠你一瓶汽水，现在还了吧？好。谢啦。玄哥，我要回京城。什么？什么？你要回京城了？没错。那恭喜你啊！心里怎么有点难受？回京是好事，扶摇直上。不是升迁，是平调。今天来就是问问你有没有去京城的想法。以你的医术，一定能谋到一个很好的职位。我当然有想法了。那我给你安排。不过
不是现在，现阶段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那如果我说想让你和我一起去呢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轩哥，从第一次碰见你，我就被你深深吸引了。我会一直等你。我知道，这对你来说很突然，不管你接不接受，我都希望你能考虑来京城。以你的能力，不该局限在这儿。司庭君这样一个天之骄子，竟然会喜欢上我？我怎么不知道我会有这么大的魅力呢？不对啊，我这么优秀的人，喜欢我难道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吗？哎，我这该死的无处安放的魅力。他喜欢我，他不喜欢我，他喜欢我，他不喜欢我。不对，他喜欢我，他不喜欢我。谁这么缺德啊？把我花都摘了，丧尽天良啊！翔哥，快，姜文娇来医院了。什么？姜文娇从国安局出来之后，就来医院找蒋天赐了。现在他们俩闹得不可开交。哎呀，你快跟我去看看吧。蒋天赐，你现在什么意思？你以为我不知道有什么打算？你现在闪开我门都没有！疯了！蒋天赐，别以为我舅舅不在医院了，我就治不了你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可没有南轩哥那么好说话。大家快来看，我要举报！之前在这个医院有个病人去世了，就是他用药出了问题。你这个疯子，你给我住嘴！门卫呢？把这个疯婆娘给我带走！蒋天赐，别以为我没有证据，所有的证据我都有备份。我就算是死，也要拉一个垫背的。我不好过，你也别想好过。全看留证据！我今天让你死，我让你死！哎呦，千万别动手！你说这是不是气急败坏？没事，还动着行。这是，哎呦，是啊，大哥，我真的错了，让司院士帮我一把好不好？你看在我们那么多年的情分上，救一下，好吗？你不知道怎样错了，你只知道自己要完了。轩哥，大轩哥，你真以为你自己能飞上枝头变凤凰吗？我告诉你，那个司庭君他在京城有未婚妻，人骑马了就回去了，你只不过是他的玩物而已。他把你当破鞋搞的！我南玄哥要当凤，从不靠男人。恭喜你们通过了这次考核，这是你们的证件。他们都选择留在医院，你真的不留在医院吗？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会啊！以你的资历，再通过省里的考核，你肯定能当上主治医师。你真的要放弃这次机会吗？你真的要回去？多少人从村里来到这儿，你怎么还要回去啊？你在城里面发展会更好，你真的要回去吗？为什么呀？我答应过村支书，我一定会回去，做我们村里的第一个村医，这样他们生病后就再也不用去找村里的兽医看病了。回来了，这丫头。哎，玄哥，
哦，天哪，这真看着玄哥，等你回来，可成了咱们村第1个村医。你答应我，一定要回来。是啊，我的家就在这儿，我当然会回来了。玄哥，你一定要考上啊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啊！一路平安。回来啊！你真的是个很特别、很有想法的人。小妹回来了。小妹，我听说你去考什么医师资格证去了，这是说你要考上了，就是咱们村第1个村医了。天哪，那不就跟大学生一样？姑姑，你考上了没？你快说呀！考上了！那这么说，你现在是医生了？我们老南家出了个医生了。是啊，小妹太厉害了。哎，小妹，证能给我看看吗？给。爸，能给我看看吗？你别弄坏了啊，小姑就一个。没事儿，质量好着呢，不会弄坏。老大，能给我看看吗？去，你成天鼻涕嘎啦的，别弄脏了。我才不脏呢。玩去吧。一路回来电坏了吧？那司领导当初能送你到县里，怎么就不能再把你送回来呢？四九区他的京城有未婚妻，也骑马了就回去了。人家是大领导，日理万机，哪能因为这点小事麻烦别人？哎，就是，人家毕竟是京城里来的大官。大官怎么了？那咱们家玄哥还救过他的命呢，是吧？大家都到齐了，我想说明一件事情。我呢，在村子里面当了3个月村医了，基本上对村子里的情况已经摸清楚了。我想在村子里面开一间诊所。什么？开诊所？不是，小妹，你开什么玩笑呢？你现在的工资是村委会发的，药品呢也是村委会给你补给的。你要开个诊所，就得自负盈亏啊！我可听说了啊，那些药品的价格都不低的。小妹要开诊所，那得多威风啊！小妹，大嫂不懂那些。上次你不给我1000块钱吗？还剩下不少呢，拿去给你开诊所。钱的事情啊，就不要你们操心了。我已经想到了赚钱的办法。我呢，认识了一个外地的货商，他正在收农副产品，我可以从中间赚取一些差价。系统商城的药品需要的积分太多，我只能用这种办法赚中间商差价了。收农副产品就能赚到进药的钱？只要收的越多，赚的就越多啊！你们也可以发展村子里的人，让他们带着你们去其他的村子里收，价格可以给得更高些。既然玄哥这么说，自然有他的道理。小妹怎么说，我们就怎么做。娘，你在家看着小宝，其他事儿交给我们。我们有的是力气。走啊，咱们去准备一下。哎呀！走。玄哥，家里就这些多余的存粮了。也不知道大哥他们能收到多少农副产品。慢点儿，小妹啊，这是我收的玉米，这是我收的野生菌和鸡蛋。姑姑，老大，这是我从那个山里挖的野菜。谢谢2个小宝贝。来，小妹，我帮你来。啊，没事儿，那位货商只答应和我单独交易。哎呀，没事儿嘛，我就把你送出去。玄哥妹子，听说你要开诊所，需要那个农副产品交换药品。我家穷，没什么能送你的，只有这只老母鸡了。来，
要不是你呀，我儿子高烧是肯定扛不过去嘞。哎呦，我刚挖了一些野菜，谢谢啊。哎，我刚从河里摸了一些泥鳅，不知道能不能换些药。谢谢。轩哥妹子啊，你这诊所可一定要开起来哟！是啊，我是隔壁村的，上回摔断了腿，是你救了我。这回啊，我们村一共凑了100斤粮食，不求别的，只求南医生的诊所开起来以后，偶尔去我们村坐诊就好。我答应你们，我的诊所一定会开起来的。好啊！往左一点，再高点，再高点。哎，不对不对，太高了，低一点，低一点。好好，就这样。好，你真好。京城来的信又是给玄哥妹子的。什么玄哥妹子？叫玄哥大夫。哎，对，玄哥大夫。哎呀，这都第4封信了，奇怪呀，这小妹在京城有熟人了。没什么事，连续来我这打3天针就好了。谢谢玄哥大夫，不客气。这是诊费，你收着吧。你收着。凤儿，把鸡蛋收好了，记住了啊，收了多少鸡蛋一定要记在账上。姑姑，我记着呢。小妹，京城那边又来信了，你跟哥说说呗，这谁呢？啊？没谁，生意上的人。真的？哎，行吧。这个我打算做南瓜粥，这一些呢，准备做一些开胃的凉菜。这个是我今天早上从张屠夫那儿买的新鲜的猪肋骨，这一些既营养又美味，特别适合住院的病号吃。你大嫂啊，还以为自己是食堂的大总管呢。咱村子里的人啊，都夸大嫂的手艺好，这万一去了大公司，说不定还真能成为大食堂的总管。在我们这小小诊所，真是屈才了。你们就别笑话我了。奶奶，二叔和二婶回来啦！哎呀，老二和二媳妇回来了！走。小妹，我跟你说，大嫂，这些你自己拿出去就行，我先去看看二哥和二嫂。回来就回来呗，又不是皇太后，城里人就是矫情。妈，小雨，你受委屈了。你现在怀孕了，又被你妈逼的从厂里辞了职，我们这乡下也不知道你住不住得惯。妈，你别这么说，我们还怕回来给你添麻烦了。哎呀，这说的哪里的话！正好老二的房间还空着呢，我这就去给你们收拾一下。谢谢妈。小妹，二嫂，听说你辞职了。我妈3天2头就去厂里闹，我实在没办法，只能辞职了。你二哥的工作也丢了，你二哥说想回村找点零工打打，帮人种种地。二嫂，刚好我仓库还缺一个会计，不累，就帮忙记账什么的。二哥呢，也可以去帮忙理货，工资我给你们按月开，就跟厂里一样。真的吗？那还能有假？小妹，真是太谢谢你了，一家人还给我客气。小妹，你看，这里账不对，这些东西都是没有必要的。还有这里，账目太混乱了。没错，这之前一直没统计，原来浪费了这么多药材。你看看他俩，吃饭都闲不下来。小雨啊，你现在怀孕了，可不能太操劳了啊。没事没事，只是算个账而已，不累。算个账能有多累啊？想当初我怀凤儿的时候，还下地干活呢。哎呀，吃饭就吃饭呗，
嘀嘀咕咕干啥？没事儿，大嫂也很累，毕竟要煮给这么多人的饭。是啊，大嫂，你辛苦了。吃个包子，我给你夹。吃饭吃饭。大嫂，我帮你一起洗吧。我也帮忙。能帮啥忙啊？你们一个大夫，一个又怀着孕，这没多少活。大嫂，你可真能干，这做饭好吃，家里的事都打理得井井有条。雪安就老说我做饭难吃，我啊还想跟大嫂学2手。这张爱玲也说了，要想抓住一个男人的心，首先就要抓住他的胃。没错，我这算什么呀？你们一个大夫，一个又是会计，我一个大字不识的粗人。能力不分大小，这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擅长的事情。比如二嫂，她就不擅长做家务，但是她会算账啊。因为她呀，这诊所减少了一笔不小的开支，凤儿啊，还因为这笔钱都能上学了。这以后说不定还是咱们南家第一个大学生呢。你说什么？凤儿能上学了？对啊，这都是二嫂的功劳。对不起啊，我之前还一直误会你们，觉得你们把我当外人，觉得我什么都不懂。大嫂，你怎么会什么都不懂呢？这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擅长的事情，你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，就已经比很多人都要强了。大嫂，对不起，是我之前没有顾及到你的感受。是我不对，是我太小心眼了。咱们不仅是一家人，还都是女人。这俗话说，女人能顶半边天。咱们家的女人团结起来呀，能扛好几座大山呢。翔哥，翔哥，又有村民被冲下山的野猪弄伤了，你快去看看呀！我这就去。真是奇了怪了，最近怎么老有野猪到处冲人呢？平时也不见这样。你别说，俺家的驴都不听话了。俺牵着它拉货的时候，差点一脚没把俺踹归西。以前从来不这样啊！哎呀，这肯定是中邪了呀！为什么会这样？动物突然狂躁起来，一定有原因的。小妹，小妹，你快来看看来，他被撞的还不轻呢。大哥，咱赶紧再回去看看，兴许还有伤员。这天气说不准什么时候还要下雨，咱得在下雨之前把人都抬进诊所。好，行。哎，等等！啊，天气和动物同时产生反差，不好了，是洪水来临前的征兆。四哥，大南湖镇那边来信了。是熊哥的来信吗？不是，是县里的来信。襄阳河堤坝被冲垮了，整个大南湖都被洪水淹了，现在村民全都失联了。你要去哪里？我要去南湖。你疯了吗？那里正在发洪水，你要跟着去看洪，你想过你妈和爷爷奶奶吗？可是我必须去，我受过那里村民的恩惠。于斯，我想守护一辈子的人就在那儿。爸，儿子不孝，原谅儿子，不愿做一个懦夫。早点回来。谢谢爸。也不知道爹带着旋风和二弟找到吃的了没？放心吧，大嫂，他们会照顾好自己的。我们在山洞里面也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。洪水过后便是11病，这些汤药可以很好的预防一切。
谢谢玄哥妹子，要不是你啊，或许我们已经被洪水给淹死了。快去给我找村支书，告诉他们洪水来临了，组织村民撤离。不会吧？这不就多下了几天雨吗？每年都这样，也没见真的发洪水。是啊，小妹，你别过多的担心了啊。前几年发洪水的事闹得沸沸扬扬的，村支书就带人提前做了防洪，结果啥事都没发生，村支书就把造谣的人给抓起来了。可现在发生的一切事情都预示着洪水的来临，如果洪水真的来了，再跑可就晚了。走吧走吧，老婆在家等着啊。走。如果洪水没来，村里防洪的损失你承担得起吗？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。也不知道外面的情况怎么样了，整个村子都被洪水冲垮了，我们完全和外界失联了。不知道我们能不能等到救援？等不到救援，我们就要想办法自救。我始终相信人定胜天。来了，救援我们的人来了。司令导来救我们了！太好了，我们有救了！你不怕死吗？我一直在京城等你，既然你去不了京城，那我就来找你。对不起，我一直没有给你回信。如果这次洪水躲不过，我不能带着遗憾离开这个世界。原来他没有未婚妻，原来他心里自始至终只有我一个人。我真是傻，居然相信了蒋天赐的鬼话。熊哥，这是你给我的答案吗？大南湖的好儿郎们，现在洪水还没有结束，你们愿意随我一起抗洪，守卫家乡吗？愿意。那我们女人也不能输给男人，能不能做好抗洪后勤工作？能，我们女人能拧半边天。幸亏有司领导给咱们把房子建好了，总算不用再住山洞了。还别说，我啊，还真住出一些感情来。你们城里人真是奇怪，住个山洞还能住出感情来？这山洞哪有家里好啊？去，你懂什么呀？人家城里人的世界哪是你这个大老粗能懂的？老大，不好了！司领导他怎么了？司领导他，司廷君他怎么了？司领导他爸妈来了。轩哥，这可怎么办？你和司领导的事儿，他爸妈能同意吗？慌什么？丑媳妇总是要见公婆的。再说了，若他真的不要我，损失的是他，而不是我。我看得开得很，这感情的事讲究一个你情我愿。小妹说的没错。二狗，快带我过去。就是这里了。儿子，你心仪的那个女孩子什么时候带给我跟你爸爸见见？妈，她……司廷君，既然你敢背叛我，就别想轻易脱身。什么你情我愿的都是狗屁，你敢背叛我就阉了你！我怎么感觉背后凉凉的，好像有杀气？玄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伯父伯母，你们好，我叫南玄哥，是司廷君的。伯父伯母，你们好，
我叫南玄哥，是司听军对象。什么伯父伯母啊，傻孩子！爸妈，你们搞对象是认真的吗？来了来了，不会要拿出一堆粮票让我离开他儿子吧？爸，我们是认真的。伯父，我们当然是认真的，无论怎样，我都不会和廷君分开的。好啊，那就找个日子把婚结了。美人说过，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都是耍流氓啊！我亲爱的新郎，你今天可真好看。既然我满足了你，那你今晚也该满足我。你是不是吃药了？我就是这么强。那就再来一次。